又一个小国与中国交恶了，西方的阴谋再次得逞，斐济推翻了与中国的警务合作，并要求中方人员限时离开。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本期中顺套。国际风云变幻无常，什么事情都有可能发生。地处南太平洋的岛国斐济用实际行动展现了什么叫做国与国之间没有永恒的朋友，只有永恒的利益。早在十几年前中国和斐济就签订了一份合作谅解备忘录，用来加强两国警务方面的合作。然而随着斐济政权的更替新上任的斐济总理兰布卡立马推翻了前任的政策，单方面终止了中非两国的合作谅解备忘录，搁置了警员培训计划，并要求中国人员限时离开。这完全就是上演了一出现代版的农夫与蛇。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斐济通过和中国的合作发展了自己。作为体量非常小的一个小岛国，斐济没有什么工业基础，基本上是以旅游农业为主。通过和中国的合作呢，斐济的旅游业有了很大的发展。同时呢，中国的企业也帮助斐济修建了很多的道路、桥梁、楼房等等。而就在不久前兰布卡还出席了中方驻斐济使馆的联欢晚会，感谢中国近些年来对斐济的全方位帮助。然而这才没过去几天，兰布卡就翻脸不认人了。可能有观众朋友会疑问，斐济为什么会这么做呢？按照兰布卡的解释斐济之所以做出这样的选择，是因为中国的制度和斐济有很大的区别，中国让斐济感觉到了危险，斐济更愿意和自己制度相接近的国家进行合作，比如说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不得不说这是一个非常糟糕的借口。这个世界上的国家并不只有一种制度。如果说以这个为标准来划分各个国家之间的亲属关系，那么英美两国除了价值观上的相似，他们的制度可谓是天差地别。那么是不是意味着他们就互相为仇敌呢？其实我们稍加分析就知道斐济新政府之所以做出这样的转变，除了自身的原因，很大一部分的因素在于西方国家的干预。斐济距离澳大利亚非常近，自然得时刻关注澳大利亚的脸色。而我们都知道近些年来在美国的煽动下，澳大利亚已经冲上了反华的第一线，成为了美国的反华急先锋。去年澳大利亚完成了换届后就一直在加强对南太平洋岛国的干预力度，各种访问无非是想和中国争抢影响力，这也让很多岛国面临巨大的选择压力。而斐济的行为呢，显然就是屈服于澳大利亚的表现。当然了，澳大利亚的阴谋或许可以得逞一两次，但是如果没有利益交换，势必还是会被南太平洋岛国抛弃。而我们的破局方法呢，唯有继续提升实力，扩大影响力，才能从美国霸权的围堵中真正突围。今天我们的话题就聊到这儿，欢迎各位网友留言并讨论，我们下期再见。